暮色彻底吞没天际的最后一线惊鸿时，江晚星终于带着秋天与晚风混合的气息回到病房。苏无忌正靠在床头，望着窗外出神，月光在他苍白的侧脸上勾出淡银色的轮廓。小庞还在一旁呼呼大睡，一整个白天都没醒，鼾声均匀的，仿佛能催眠整座城市。木哥姐呢？江晚星将保温桶轻轻搁在床头柜上，金属与台面相撞的轻响惊醒了凝固的时光。苏无忌回过神来，笑了一下。飞总呢？窗外夜色已然全部降临，夕阳的最后一点光也降落在了地平线以下。一阵稍强的秋风吹过，窗外的梧桐树叶簌簌飘落，那些树叶打着旋儿，随风飘向了未知的远方，就像是那只从这间病房飞出去的鸽子，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飞往何方。江晚星本能地感觉到，面前青年的笑似乎是有一点怅然的意味，于是坐在了床边。怎么回事？木哥姐心情不好？也许他是想通了吧。苏无忌摇了摇头，只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回来。我其实不算特别了解木哥姐，但我能看出来，像她这样的人不应该无法调整好自己的心情，除非……江晚星停顿了一下，补充道，除非遇到了某个人，让她的内心里枪声大作，兵荒马乱。不愧是特种兵出身，用的形容词都是普通人根本联想不到的，偏偏无比的恰如其分。苏无忌若有所思，没接话。江晚星说道，白旭阳刚刚打电话告诉我，木哥姐在宁海附近可没什么业务要谈，他就是专程从首都赶过来看你的。苏无忌点点头，白木哥其实是个面冷心热的人，但他偏偏认为自己面冷心更冷。江晚星的眸光轻动，眼睛里的柔光落在了面前青年的脸上，说道，你可以仔细跟我讲讲和他的故事，放心，我会当个好的倾听者。苏无忌笑了，好啊，那你保证不吃醋。江晚星轻轻地打了一下他的胳膊，我和你是好朋友，又不是男女朋友，吃什么醋？蜜桃少校实在是不擅长撒谎，这话说的就连他自己都感觉到了言不由衷，甚至他打苏无忌的时候用的还是带着翡翠镯子的那只手。于是苏无忌便把缅北的一些事情大概说了一下，只是他并没有对江晚星透露白木哥那个东亚叶皇的身份。当听到白木哥为了救苏无忌吸入了神经毒素之后，江晚星沉默了许久。怎么了？还是吃醋了？苏无忌说着，抬起手来，把垂落在对方侧脸上的短发撩到了耳后。江晚星没有拒绝这个颇显亲昵的动作，而是轻轻摇了摇头。我很佩服木哥姐，这种奋不顾身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，我都不一定。这句纯粹是谦虚了，他是一定的。你知道他临走之前说什么了吗？苏无忌又把白木哥的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。江晚星听了，沉默了一会儿。他变了。江晚星凝视着苏无忌的眼睛，眸子里满是认真之色。无忌，你要相信，木哥姐绝对不是你的阴暗面。如果她的身上真的都是这些缺点，那么她就绝对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来。停顿了一下，江晚星接着感慨道，他是多骄傲的一个人啊。苏无忌摇头一叹，自嘲地笑了笑。他问我在我心里是不是你比他更重要一些，其实我确实。江晚星却忽然伸出手来，轻轻覆盖在了苏无忌的嘴唇上。你别说，虽然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但你别说。要是放在半小时之前，江少校巴不得苏无忌立刻把答案说出来，但在得知白木哥为了救人
差点丢掉性命之后，他似乎也改变了主意。那我就不说了。苏无忌轻轻地叹了一声。婉星，我这样算不算渣男？江婉星摇了摇头，竟是展颜一笑。当然不算。听到了完全相反的答案，苏无忌一愣。你不觉得我是个花心大萝卜？江婉星说道。天天泡在灵州的美女聚集地，还能守身如玉这么多年，你要是渣男，别的男人还活吗？苏无忌听了，忽然有点感谢老爸了。要不是他自己能保持小畜之身那么久吗？还能因此而赢得婉星少校的青睐吗？这哪里是守身如玉，这是厚积薄发。江婉星忽然话锋一转，表情之中满是认真。无忌，如果以后木哥姐愿意回来，在她待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我会退避三舍，不会让你难做。一个女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在其中所承受了多少委屈，难以想象。江少校也很优秀，喜欢他的人犹如过江之鲫，也根本没必要跟别的女人分享同一个男人。但他还是利利索索地说出了这句话。苏无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看着面前的人儿道：婉星，咱们能拥抱一下吗？江婉星轻轻一哼：你伤都还没好呢，抱什么抱？不要想着耍流氓。苏无忌：我不耍流氓，咱们就很纯洁的抱一下行不行？江婉星拗不过他，或许他本来就没想拒绝，于是说道：那就抱一下就一下，别想多抱一会儿。他的俏脸已经微微热了起来。在江婉星看来，刚刚自己对苏无忌说的那些话，无疑相当于从侧面表明了心迹。苏无忌抬起两只熊掌，搂住了身前的姑娘。江婉星也伸出手来，轻轻拥住了对方。这一刻，前所未有的安心感已经充斥了他的内心。恭喜老板和老板娘入洞房。这个时候，一道瓮声瓮气的声音在旁边响起。苏无忌被这声音给吓了一跳，江婉星受了惊，直接站起来了。小庞不知何时已经睁开了眼睛，两个眼珠子瞪得跟牛蛋一样大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什么洞什么房，小庞，你来告诉我洞在哪里呢？江婉星生怕小庞再来一句虎狼之词，直接闪身跑出去了。苏无忌咬牙切齿地喊道：小庞，你坏了我的好事，扣你工资扣1年。病房里，小庞还在救老板之前的问题很认真地解释着。老板，我刚刚说的是入洞房，不是入洞。你问我洞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而江婉星刚刚跑出门，却差点撞到了一个人。这个男人穿着灰色西装，一身打扮非常精致，整体气质很稳重，一看就是个商界精英，正是岳彤宇。他看到一个满脸通红的姑娘跑出来，愣了愣，还以为苏无忌对人家干什么了。婉星。岳彤宇定睛看了看那姑娘，不确定地说道。岳彤宇其实比江婉星这一波大院子弟大上好几岁，双方以前不算太熟，但毕竟上次在东兴汽车总部有过合作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只是此刻江婉星这满含羞意的模样，和上次那位英姿飒爽的少校实在是差距巨大，让他差点没认出来。童宇哥。江婉星知道自己刚刚形象大损，立刻站定，强行装出淡定的样子，问道：你来这儿是？我正好在宁海，来看看无忌。岳彤宇说道。听说他受了伤。江婉星：这消息传得这么快，无忌就在病床上。童宇哥，你快进去吧。岳彤宇看着江婉星那通红的脸：那你呢？我下楼买点东西。
江晚星说完，便立刻快步下了楼，似乎1秒钟都不敢多待了。而这时候，苏无忌还在喊着：“小庞，你要是以后还敢坏我的好事，我保证，你从我这里1分钱工资都别想再拿到。”怎么了？这是这么大火药味儿？岳童宇拎着果篮走进来，微笑着说道：“还有力气调戏良家姑娘，看起来苏少爷伤得也不重吗？”我也有岳总裁。苏无忌说道：“不知道岳总裁大驾光临，真是有失远迎啊。”你少揶揄我，我之所以能当上东兴汽车的华夏总裁，还不是沾了你的光。岳童宇说道：“听说你受了伤，在宁海住院，我就来看看。”苏无忌：“你听谁说我受伤呢？”岳童宇：“我妹。”小玲玲真是有心了。苏无忌问道。岳童宇被这称呼给雷得外焦里嫩，他缓了一下，才说道：“听冰云说，你这次又立了大功。”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立大功有什么用？就宋鹤鸣那抠门的样子，每次就他妈发3000块奖金，真是老不要脸的。”那确实也太抠了。岳童宇说道：“我还听冰凌说，你最近要和他去东阳了。”苏无忌：“日子还没定呢，去不去还不好说。”对于东阳之行，苏无忌的心里还有点打怵，主要对那对并蒂莲心中没底。我建议不要去。岳童宇很认真地说道：“东兴汽车虽然低头认怂，可总部那些人可快要恨死你们了。尤其上次那事儿，还牵扯到了领风组和假匪穗风流。相信我，以他们那睚眦必报的性，必然是在观察你的一举一动，伺机动手。”苏无忌说道：“你说的没错，虽然那2个势力在华夏相继受到了重创，但是东阳可是他们的大本营，我活得不耐烦了，非要去老窝招惹他们。”不过这时候，岳童宇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他看了看号码，面色微微一凛。接通之后，岳童宇简单的应了几声，便挂断了电话。“怎么了？”苏无忌问道。岳童宇说道：“东兴董事长亲自打来的电话，华夏东兴有一笔账出了问题，总额27亿东洋币，总部让我亲自去东洋解释。”苏无忌的眉毛一挑，27亿这数字怎么有点熟悉？27亿。苏无忌现在对这个数字着实是有些敏感，毕竟自己从雷蒙情报局那边坑来了27亿美金，而岳童宇这边又有27亿东洋币的对账出了问题。虽然两边币种不一样，金额差距也是极为巨大，但这数字未免也太巧合了吧。好家伙，来得这么快。苏无忌眯着眼睛笑起来。他之所以故意暴露了皇后酒吧，本来就是主动宣战，只是雷蒙情报局的反击确实来得比想象中要快得多。什么意思？岳童宇问道。我虽然还不知道这笔账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我很确定你解释不通的，对方只是想找个理由把你坑到东洋去。苏无忌呵呵一笑说道：“不过这雷蒙情报局的政治敏感性着实差了点，动手之前也不想想，你岳大少爷到底是谁的儿子？”岳童宇：“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被人做了局？”苏无忌说道：“可能是受了我的牵连。”岳童宇的心理素质也是相当不错，他笑了起来说道：“既然如此的话，这东阳还真是不去不行了。”苏无忌：“等我伤好了再去，起码得休息1星期，打起架来才能利索一些。说不定雷蒙情报局已经在东阳
给他织了一张天罗地网了。岳彤宇说道：东阳总部还让我明天一早就飞过去，这群家伙还真是想借机对我这个新任总裁进行服从性测试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那你就回家躺2天，跟东阳方面说你去首都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了，不就行了？你这小子找的什么破理由？岳彤宇笑道：反正脚长在我身上，就算是晚几天去，东阳方面不敢因为这事儿撤我的职。虽然苏无忌找的借口看起来像是玩笑，但岳彤宇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。有借老爸之名狐假虎威的机会，为什么不用？这小子的脑子是怎么长的，反应这么快？苏无忌看了看他，道：你堂堂岳家大少爷，非得跟着东阳车企里打工，干得憋屈不憋屈？的确，虽然岳彤宇因祸得福，现在已经是华夏东兴的总裁了，可是所有的行为都还需要受到东阳方面的节制，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的风光。岳彤宇摇了摇头：我在东兴工作了那么多年，不在这儿干还能去哪儿？苏无忌说道：不如早点跳槽，现在你们传统车企被新能源车冲击的那么厉害，真怕东兴的华夏分公司过2年倒闭了。岳彤宇深以为然地点点头：确实是这样。的确，虽然东兴在东洋本土和欧美卖的依旧很不错，可在华夏接连关店，业绩大幅度下滑，这样的情况再维持3年，肯定就得大裁员了。麦克斯韦集团在宁海的超级工厂已经开始建设了，你要不要去那儿？苏无忌问道。主要麦克斯韦那边是自己人，而现在岳彤宇已经被东洋人和雷蒙情报局盯上了，接下来的麻烦可绝对少不了，有心人说不定会利用他大做文章。岳彤宇一看苏无忌这表情，就知道他能帮自己搞定这事儿，但他还是说道：但都被人欺负到脸上了，就这么退了，实在不是我的风格。苏无忌忽然发觉，这岳彤宇还真是有性格，就凭刚刚那句话，多少有点虎父无犬子的意思了。这时候，岳彤宇的手机再度响了起来，他看了看来电，道：是冰凌的电话。当着苏无忌的面，岳彤宇也没有任何跟妹妹说悄悄话的意思，接通之后直接打开了免提。岳冰凌冷冰冰的声音便传了出来：岳彤宇，你见到苏无忌了吗？岳彤宇没好气地说道：喂，岳冰凌，你能不能对我这个哥哥有一点最基本的尊重，每次直呼其名像什么话？岳冰凌这次干脆连名字都不喊了，冷冷说道：你打开免提，我和苏无忌说几句话。岳彤宇拿这个性格古怪的妹妹实在没辙。开着呢，有话就说。岳冰凌，小季季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这称呼一出，岳彤宇随之一哆嗦，手机差点摔到了地上。苏无忌笑道：小玲玲，我的伤势没大碍，谢谢你的关心。这时候，一道瓮声瓮气的声音从旁边响起：老板，你们的称呼好像有点恶心。苏无忌凶巴巴地瞪了小庞一眼，伸出了一根手指，这意思是扣1个月工资。然而小庞见他伸出了一根手指，随之竖起了2根手指，看起来就像是比了个耶。这一下搞得岳彤宇有点自我怀疑，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伸3根手指了？他咳嗽了2声，随后说道：冰凌，我近期也得去一趟东阳。然而岳冰凌根本没搭理自己的老哥，认真说道：小季季，
调查局这边已经成立了新的东洋行动组，我来担任组长，你任副组长。等你伤势痊愈，我们就开启东洋之行。岳童宇立刻说道。岳冰凌，你刚刚没听到我说的话了？我说我也去东洋。岳冰凌，你当然可以去，不需要向我报告。岳童宇被这句话堵得鼻子冒烟，他喊道：我的意思是，我和你们同行。马德，这个妹妹白养了。岳冰凌，我们不和你同行。苏无忌在床上笑得肋骨疼。为什么？岳童宇还不死心地问道。岳冰凌是问一句答一句，你会拖我们的后腿。岳童宇实在被气得没脾气了。苏无忌笑道：冰凌，东洋行动组一共有几个人？岳冰凌的语调依旧平淡，2个，只有组长和副组长，没有一个组员。岳童宇一拍床头柜，情绪差点没被妹妹整崩溃。岳冰凌合着你就是怕我当你们的电灯泡。苏无忌第2天就跟小庞一起出了院，反正接下来的伤势只需要静养就行，与其在医院里躺着，不如去皇后酒吧躺。于是那顶层套房里的麻将局又开打了。只是在输了8000块之后，肖英磊忽然走了进来，说道：老板，下面有个20多岁的女人说要找你。麻将桌旁边的3个包臀裙姑娘都纷纷露出了八卦的眼光来。苏无忌一甩手中的麻将牌：二饼谁长我漂亮吗？不认识，但符合老板您的审美。肖英磊抿了抿嘴：原来是胸部小。苏无忌说道。那3个包臀裙妹子都低头看了看自己的，这也不小啊，怎么苏老板从来也不打他们的主意？肖英磊说道：老板要不要见一见？苏无忌：他找我的理由是什么？肖英磊抿嘴直笑：怀了您的孩子，被您始乱终弃。此言一出，那3个包臀裙姑娘纷纷很笃定地说道：假的，根本不可能。她要是能怀了苏公子的孩子，我肯定都已经给苏家生俩大胖小子了。那就乱棍打出去呗。苏无忌随后一推面前的一排麻将，说道：嘿，胡了，掏钱掏钱。几分钟后，一个年轻姑娘被王大洲连拉带拽的拖出了酒吧。我们老板原话说，他从来没碰过你，让你滚远点，以后也不要再出现了。其实这姑娘在进入酒吧里之后并没有公开闹事，只是找到安保队伍，一边阐述着自己怀了孩子的故事，一边哭哭啼啼，显得颇为柔弱可怜。王大洲一时间也没了主意，只能把此事上报肖英磊。但说不上为什么，由于面前这姑娘长相身材都没得挑，所以安保队员们本能地认为是自己的老板在始乱终弃。你们的老板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这姑娘还在抽泣着，这让我好难受啊。王大洲叹了一声：哎，老板本来还让我们用乱棍把你打出去呢。我说姑娘，你别来闹了，绝对闹不出结果的，都怪我们老板魅力太大了。喝点水，平静一下吧。说完，他塞给这女人一瓶水，然后走回了自己的岗位。然而这姑娘又在酒吧门口哭了1个多小时，惹得许多来来往往的客人围观。直到晚上2点，她才抹着眼泪离开，双眼都哭肿了。这姑娘的个头将近1.7米，穿着白色板鞋、高腰牛仔裤，配白色紧身小外套，把绝妙的身材非常清晰地彰显出来。
这确实是苏无忌喜欢的身材类型。这姑娘的脸长得也相当不错，大眼睛水汪汪的，五官协调的恰到好处，整体颇为立体，长发垂落后背，典型的东方长相。哭了那么久，都哭渴了。他打开矿泉水，一口气喝完，随后走到了自己开的那台福特探险者旁边，一步跨上了车。这姑娘打开了遮阳板上的化妆镜，看了看眼眶都哭红了的自己。这面具可真难看。她自言自语。我表示高度赞同。一道声音忽然在后排响起，这让女人的身体本能的一个机灵。她几乎没有任何停留，反手直接摸向副驾。一道懒洋洋的声音响起来：别摸了，你的匕首在我这里。随后一把匕首从后面伸过来，尖锐的刀锋抵住了这女人的后脖颈。你是苏无忌啊？这女人深吸了一口气，双手停在半空不动了。想见我可以直说，又是化妆又是扯淡，搞这么多弯弯绕绕，让我对你的真正目的很感兴趣。苏无忌微笑着说道。这女人仍旧保持着不动。你不是受伤了吗？怎么会跑到我的车里？苏无忌懒得回答这个问题，他说道：我知道你想跳车逃跑，但我劝你不要这么做。我的闪避速度很快。这女人冷笑了一声。其实可以尝试一下的。苏无忌说道。外面有一把狙击枪正瞄着你的脑袋，子弹也不一定能命中我。这女人又说道。可我办事喜欢双保险。苏无忌摇了摇头。记不记得你刚刚喝了一瓶水？这女人忽然感觉到一股无力感和燥热感从自己的体内涌出来。她扭头狠狠瞪着苏无忌。你给我下了毒？倒也算不上是毒，是不是？感觉到自己很热。苏无忌咧嘴一笑。啧来，先把衣服脱了。这个女人很快就发现自己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，甚至生出了一股对于异性的强烈渴望。苏无忌，你到底对我用了什么药？这女人艰难地喊着，但语调却透出了一股撩人的感觉。这哪里是骂人，出口就变成了娇嗔。她甚至清楚地感觉到，连自己呼出的气息都已经变得灼热了起来。现在苏无忌已经把匕首放下来了，他也根本不可能再造成什么威胁。苏无忌无所谓地说道：春药罢了，你应该庆幸，我给你的还是稀释了浓度的呢。混蛋，哪有对女人用这种东西的？这女人斜靠在驾驶座上，无意识地扭动着身体，喘着粗气，说道：你连我是敌是友都不知道，就直接下药。果然如苏无忌所言，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热，汗水在不断地沁出，外套都已经脱掉了。苏无忌说道：你造谣怀了我的孩子，往我的身上泼脏水，这就不可能是朋友。先给你点惩罚，至于你后续要不要展现诚意，自己看着办。说完，他居然直接开门下了车。这女人立刻追了出来。我只是想要编个理由见你而已。解药？我要解药。他的腿脚明显发软，才刚走了2步，便直接摔倒在地上。苏无忌扭头看着这女人，嘲讽地笑道：解药就是真相，只要你愿意说出我想知道的真实信息，解药就会给你。有个屁的解药啊！我都说，你不要再让我承受这种感觉了。这女人捂着小肚子，蜷缩在地上，满脸通红，看起来很是痛苦。让我猜猜你来自什么地方？苏无忌蹲在了他的面前。雷蒙情报局。不是雷蒙情报局。
这女人捂着肚子，咬着嘴唇，似乎还不想那么痛快地说出真相来。呵呵，那你就硬受着吧。苏无忌说着，拍了拍对方的脸，随后起身走回了酒吧。这女人看着苏无忌的背影，那眼睛里清醒与渴望在互相争夺着阵地，脑子里已经渐渐充满了黄色废料。她知道，再这样下去，自己的这条牛仔裤怕是都不能再穿了。我来自月影神殿。这女人气喘吁吁地喊道。月影神殿，金奥丽。1个小时以后，这个名叫金奥丽的女人抱着腿蜷在苏无忌的那张高仿沙发上，满脸红晕仍旧没有褪去，但看起来充满着疲惫。她穿着浴袍，头发湿漉漉的，脸上的面具已经被揭开，此时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。几缕碎发贴在白皙的脸颊上，衬得肌肤吹弹可破，眼眸如同水洗过的黑曜石，很是明亮清澈，但其中有着明显的幽怨情绪。金奥丽听名字是南韩人。苏无忌看着对方的长相，算是典型的南韩美女了，只是五官更立体了些，黑色头发里也有不少棕发，不知道是不是有着混血基因。韩式妍希更符合我的审美。苏无忌比较了一下，在心中说道。在过去的1小时里，苏无忌让萧英雷把这女人丢到了浴室里，打开凉水猛冲。还好，这药力虽然发作得很急，但毕竟是被稀释过了的，凉水能勉强起到一点效果。但萧英磊后来把浴室门关上了，只留着金奥丽一人在里面冲着澡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像海伦娜那样来解决问题。月影神殿想要和你合作，暗影天王先生。金奥丽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。可是天王大人这待客之道实在是让人难以适应，明明没有解药，你还骗我说有。你算个屁的客人，老子在养伤呢，你冲过来说怀了我的孩子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没把你直接乱棍打死都是我客气了。金奥丽撅了撅嘴，说道。这是我调查失误，我本以为天王大人每天身边美女环绕，肯定私生活很混乱，所以我才编出了这么蹩脚的理由想要见到你。没想到天王大人居然是个正人君子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咬了咬嘴唇，眼睛里的幽怨之意又要化成水滴出来了。此时金奥丽体内那悸动之感尚未完全褪去，但已经可以靠理智来进行压制了。月影神殿是这10几年来才在黑暗世界里崛起的势力，但发展势头很猛，现在已经名列整个黑暗世界前10之列，把几个江河日下的老牌神殿都远远甩到了身后。月影神殿的首领人称月神，神秘之极，现在已经很少出手，从未露过脸。而让月神名声大噪的一战，就是他和光明神殿的继承者对决，随后将之一拳打废。所以这次月影神殿主动找上门来，让苏无忌的确是有点意外的。你在月影神殿里主要负责什么啊？苏无忌说道。你说自己身手不错，连子弹都能躲得开，地位应该不低吧？我躲不开狙击枪子弹，当时只是故意唬你的。金奥丽说道。我是月影神殿的亚洲区总指挥的妹妹。苏无忌呵呵一笑。你们这种黑暗势力还有了亚洲区，好好在欧洲待着不好吗？金奥丽说道。在现在的黑暗世界，各大势力的业务都在往世界各地发展。其实以前许多老牌势力，现在全球的生意都已经做得很大了，只是越发低调，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实际上非常强大。
月影神殿是后起之秀，必须迎头赶上才行。苏无忌问道。那你们怎么就偏偏找上我了？金奥利说道。自从杜卡罗的全球总教官博扬身死华夏之后，我们知道想要扩大月影神殿在东方的势力，就必须和算无一策的暗影天王合作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下意识地回想起今天被双保险的经历，不禁对算无一策这4个字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。可是脑海里这么一想，身体的反应便随之跟上了。金奥利的眸光似乎微微一颤，随后改变了坐姿，变成了翘起了二郎腿。只是这2条腿的交叠程度明显有些紧，似乎大腿肌肉在暗暗发力。你们怎么猜到是我？苏无忌并没有从金奥利的动作中意识到什么，他说道：难道你们在雷蒙情报局里有内应？的确，我们在雷蒙情报局里有自己人，所以知道了天王大人的身份。金奥利的眼睛里涌现出了很明显的崇拜之意，说道：杀了博洋，还能顺手从情报局账户转走27亿美金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你们想找我合作什么？苏无忌淡淡说道。或者说你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我们想要获得暗影天王大人的友谊，实现更长远的战略合作。金奥利坐得直了一些，挺了挺胸口。当然，既然是合作，我们总得先交出一点诚意来才行。苏无忌看了看对方那从浴袍领口里露出来的白光，嘲讽一笑，说道：这诚意不会就是你本人吧？金奥利摇了摇头，轻轻一笑。如果是我本人的话，我想刚刚我就邀请天王大人和我一起进浴室里了。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。你们给不给和我要不要是2码事。金奥利说道。本来的确是没有这个计划的，因为我们觉得天王大人应该不缺女人，但是如果大人想要，我不是不可以给。苏无忌呵呵一笑。行，你先把自己留着，我随时拿。金奥利说道。那大人不妨听听我们的诚意。苏无忌努了努下巴。别卖关子，说来听听。大人，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，雷蒙情报局这次派出了神秘的 S 级调查官星辰歌者。金奥利说道。大人无论如何都不要去东洋，星辰歌者已经在东洋布下天罗地网，只要大人一到，就会把网收紧。苏无忌微微颔首，若有所思。他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调查官的实力确实不一般，直接用乐童宇那边的27亿东洋币来给自己宣战，这种反应速度和行事手腕确实非同常人。天王大人，你是否听说过此人？遗憾的是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星辰歌者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，他藏得实在太深了，但雷蒙情报局的很多事情背后可能都有他的影子。金奥利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，说道：就像天王大人以前一样。苏无忌说道：我听说过一些，据说他在情报局内部是能和雷蒙本人平起平坐的。不过你们给出的诚意如果只有这一点，我未免有点失望。金奥利说道：大人，月影神殿的亚洲区所有力量愿意全程听从您的指挥。随后他起身，拿起了放在一旁的牛仔裤，从里面掏出2张卡片。这是我和我哥金思贤的联系方式，月影神殿亚洲区无条件听大人调遣。苏无忌接过了那带着些许皱痕的名片，看了看金奥利。你不怕我把你们当炮灰？金奥利重新翘起二郎腿，笑了起来。我们都知道暗影天王是个善良的人。行吧，你回去吧。苏无忌把名片随手往旁边一放，
我需要的时候会联系你们的。金傲丽站起来，单手捂着浴袍领口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眨眼一笑道：大人晚安。这看似微微撩拨的眼神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给苏无忌放电的意思。说着，他拿起自己换下来的衣物，朝外面走去。苏无忌像是想起来什么，忽然说道：站住，先把浴袍钱付了。紧接着，他立刻示意萧音磊先把小庞拉出去。金傲丽没想到暗影天王抠门到了这种程度，于是说道：好的，大人，请问这浴袍多少钱？苏无忌说道18000，我这房子里的可都是国际大牌的限量款，市面上有钱都买不到。金傲丽觉得确实有点贵，但一想到眼前这位可是神秘的第5天王，生活品质应该低不了，这么贵的浴袍倒也符合身份，于是说道：好，我现在就付钱，大人请放心。付完了18000，金傲丽才走了出去。他上了车之后，低头摸了摸这浴袍的料子，忍不住地吐槽道：国际大牌限量款的质量真不怎么样，这些有钱男人的韭菜这么好割吗？随后金傲丽发动了车子，只是在双手握住方向盘的时候，手指还明显抖了几下，像是之前双臂脱了力一般。等金傲丽离开之后，萧音磊才走进了苏无忌的房间。老板，这件二手浴袍您卖了18000呀。其实已经不止二手了，这件浴袍已经被好几个妹子穿过了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：真该让那小财物现场学习一下什么叫做生财有道。对了，这浴袍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来着？小庞的声音响了起来：老板，当时你在拼夕夕买的，花了39块。苏无忌一拍大腿：所以啊，我让萧经理提前把你拉出去，就是有先见之明。小庞：老板，您心真黑。萧音磊说道：老板，打听过了，月影神殿确实有这么一个金傲丽，他的哥哥金思贤也确实是亚洲区负责人，但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位金思贤的公开照片。月影神殿本身就偏神秘一点，那些高层负责人一个个都跟月神学的不露脸，我本来还以为这个金傲丽可能会是雷蒙情报局的人。苏无忌眯了眯眼睛：星辰歌者，星辰歌者啊，这丫的到底是谁呢？不管是谁，被你坑了27亿美金，换做任何一个人，这笔钱都不能这么算了。这时候房门打开，小格雷走了进来。他还是穿着板鞋配一身黑色运动装，发型还是那个鸡窝头，但苏无忌却忍不住地瞪圆了眼睛，因为他惊奇地发现小格雷换了个新的无框眼镜。于是那平时被眼镜的黑框所遮盖住的容颜一下子便生动了起来。仅仅是换了个眼镜而已，整体气质便完成了大变样，那邋遢的小姑娘就一下子变成了乖乖女。我的天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苏无忌忍不住地说道。见惯了美女的萧音磊此刻都忍不住地感叹：我的天，小格雷，你可真是个美人胚子，这纯素颜的样子，整个皇后都没几个女孩能比得过你。就连平时从不夸人的小庞都点点头。好看。小格雷难得的微微红了脸。这大半夜的你怎么还没下班？苏无忌说道。平时不是时间还没到就偷着跑吗？小格雷看着他，居然没有毒舌斗嘴。我从现在开始就住酒吧了。萧音磊从旁解释道。小格雷在云绵山的别墅之前被杜卡罗翻了个遍，
现在他不想回去住了，已经准备把房子挂到网上卖了。苏无忌点点头，也行，反正酒吧房间多，让小葛磊随便挑一间住。小葛磊定睛看着苏无忌，我忽然觉得你是个好人。苏无忌，记得按市场价付租金。小葛磊跺了跺脚，还是忍住没斗嘴。他走进了卫生间，2分钟后端着一盆热水走了出来，放到了苏无忌的面前。抬酒，他说道。苏无忌的眼睛再度瞪圆了。哼，我愿赌服输，给你洗脚。小葛磊抿着嘴，已经撸起了袖子，蹲了下去。苏无忌，我说你来真的。肖英磊轻轻一笑，老板，小葛磊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。随后他把小庞拉了出去，把房门关严实了。苏无忌自己倒还是有点迟疑。真行啊。小葛磊的语气有点不耐烦了。真行，你快点，大男人婆婆妈妈的。那行吧。苏无忌把双脚放进了水里。水温正好。小葛磊本想上手搓一搓，可看着苏无忌那明显有着大面积青紫淤痕的脚面，他又有些犹豫了。这是跟博洋战斗时造成的伤势吧？小葛磊抬头问道。疼吗？谁？苏无忌没回答。我忽然发现你的眼睛长得可真好看啊。小葛磊的眼神躲闪了一下，随后低下头，抬手轻轻搓着苏无忌的青紫脚面。苏无忌总觉得最近这小财物有点不太正常，他问道。你被6星猎杀者打了那一掌，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小葛磊说道。我睡一觉就没事了，哪都不疼了。他随后又不说话了，默默地给苏无忌搓着脚。苏无忌看着他那明显很生疏的手法，笑道。你这是第一次给别人洗脚吧？小葛磊说道。在我小时候，斯塔德迈尔总是让我给他洗脚，我从来没答应过。他随后抬起眼睛，很认真地看着苏无忌。那27亿美金，你想好该怎么办了吗？苏无忌看出了这小财物眼睛里的担忧之色。想那么多干嘛？到手的钱就安心花。怎么样，让你天天鄙视我？本老板的赚钱能力还是相当可以的吧？小葛磊说道。这27亿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危险，甚至有可能是杀身之祸。的确，宣战一时爽，迎战火葬场，尤其对手是雷蒙情报局这样的危险势力。你有好的建议吗？苏无忌端起了旁边的茶杯，喝了一口水。可以把这27亿放在阿尔卑斯银行。小葛磊说道。或者直接转给斯塔德迈尔，让他替我们保存。噗！苏无忌差点喷了小葛磊一脸的水。小葛磊说道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主意了。苏无忌。可你老爸不一定觉得这是好主意啊。小葛磊毫不在意。你管他怎么想呢？他随后拿起毛巾，苏无忌说道。那啥，擦脚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小葛磊说道。不行，我愿赌服输，洗脚就得洗到底。随后他把苏无忌的脚给仔细的擦干，连脚趾缝里都没有放过。看着这个动作，苏无忌不禁觉得，也许小葛磊给他自己洗脚的时候都没有擦得这么仔细过。谢了啊，他说道。小葛磊没理他，而是回到卫生间，把盆刷洗干净，才关门离开。这丫头难道终于过了叛逆期？苏无忌觉得他今天有点怪怪的，但也没想太多，直接上床睡觉了。然而这时候，
房门重新被打开，小葛磊伸头进来。过几天去东阳，别死在那儿了。苏无忌，你这丫头会不会说话啊？不吉利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这话不应该这么说。砰！房门直接被小葛磊关上了。接下来这一周过得风平浪静。龙清河和童幽柔分别来看过苏无忌2次，每次都被他拉着打麻将，打到半夜。如果没有那位星辰歌者的阴影在，日子似乎又恢复到了以往的平静与旖旎。终于在1周之后，苏无忌睁开眼睛，发现有7个未接来电，全是岳冰凌打的。这大小姐在急什么？一大早的催命符啊！苏无忌立刻把电话回了过去。接通之后，岳格格的第一句话便是：肋骨还疼吗？苏无忌说道：全都好了。毕竟肋骨断裂了，全好了倒不至于，可确实是感觉不到疼痛了。出发去东阳。岳冰凌说道。其实苏无忌知道，以这位岳格格办事不计代价的性子，能耐心的等上1周，已经是殊为不易的事情了。行动组就咱们2个人。苏无忌说道。岳冰凌淡淡回应：人多眼杂。好背。苏无忌说道。那你订明天的机票吧。对了，我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得坐头等舱，记得让调查局报销出差费用。已经提前安排好了，头等舱。岳冰凌说道。嘿，老宋这次这么人性化。苏无忌惊奇地说道。这可不是那个铁公鸡的一贯作风啊。一道话外音传来。那是冰凌给你定的，花的是他的工资。竟然是岳童宇的声音。紧接着岳冰凌又说道：今天下午2点的飞机从灵州机场起飞。苏无忌看了看时间，差点直接从床上跳起来。岳大小姐，你没搞错吧？现在已经11点了。岳冰凌，你现在上车就来得及，我的车子就停在酒吧门口。我去。苏无忌再度深深体会到了岳处长的雷厉风行。他往窗外一看，岳童宇正挥着手呢。身穿青色西装的岳冰凌则是静静地站在旁边，宛若秋日塘边的一株芦苇。我都还没吃早饭。苏无忌说道。岳童宇说道：别说早饭了，午饭都给你买好了，我妹让买的。苏无忌随便洗了把脸，便上了车。他和岳冰凌坐在后排，岳童宇则是很无奈地亲自充当司机。为了避免苏无忌和岳冰凌说话不方便，岳总裁已经让自己的秘书提前前往了机场。话说东阳之行有必要那么着急吗？他说道。夜长梦多。岳冰凌递给苏无忌一个汉堡，后者刚刚吃了2口，岳格格又打开了一杯咖啡，默不作声地递了过去。岳童宇从后视镜里看到了这画面，摇了摇头，用鼻孔出了2下气。喂，你俩去东阳。岳童宇想了想，还是叹了口气，说道：注意安全啊。现在年轻人玩得大，别搞出个孩子来就行。岳冰凌冷淡地回应：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苏无忌说道：如果我没判断错误的话，等我和冰凌到了东阳，那27亿中洋币的账务问题便会自动抹平了。他知道那位星辰歌者的真正目标就是自己。岳童宇立刻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另外一重意思，说道：那你岂不是很危险？苏无忌摇了摇头，刚要说话，就听岳冰凌开口说道：苏副组长什么时候惧怕过危险？你以为都跟你一样？
岳彤宇这堂堂总裁被妹妹收拾的没有半点脾气，他无力地趴在了方向盘上。行行，我不说话了，闲了吧。下午2点，当航班从灵州机场起飞的时候，苏无忌并不知道宋鹤鸣的车子就停在机场外面。他看了看飞向远空的客机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机，摇了摇头，眼神悠远又复杂。在宋鹤鸣的手机屏幕上正打开着一张照片，似乎是什么检验结果，而照片上的最后一句话写着的是：根据 DNA 分析结果，支持宋鹤鸣是宋之瑜的生物学父亲。3个半小时之后，航班降落在东阳首都圈的中心城市。苏无忌和岳冰凌走下了飞机，而岳彤宇和他的女秘书则是先去取行李了。这次被岳彤宇带来东阳的，并不是之前被小庞粗暴插嘴的那位男秘书，而是换了个身材极好、长相也标致的年轻女秘书。你哥跟这个女秘书八成有一腿。苏无忌盯着前面俩人的背影，满脸八卦地说道。岳冰凌面无表情。我一直没有嫂子。苏无忌咧嘴一笑。你虽然没有嫂子，但不一定没有侄子。岳冰凌一愣。哼。半分钟后，他才反应过来苏无忌的意思是什么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不清楚，懒得管。苏无忌说道：反正我要是守着这么漂亮的女秘书，肯定没心思干工作。岳冰凌冷不丁地来上了一句：肖经理比我哥的这个女秘书漂亮多了。苏无忌：那不一样，我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，绝对不能混淆。这跟你哥可不一样。岳冰凌忽然说道：我也是你的同事。哼。苏无忌听了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，有点没反应过来。啥意思？岳冰凌却往前快步走去。苏无忌在后面喊道：小月月，谁跟你是同事啊？咱们是朋友。岳冰凌继续向前走，并没有回答，面部的线条却似乎变得微微柔和了些许。只是等他们走出了机场，苏无忌环顾四周，怎么那深田雄武也不来接机呢？这家伙的礼数也太不到位了。岳冰凌则是说道：我们俩这次过来没有以官方渠道通知东阳方面。是。苏无忌说道：老宋这是想干嘛？又拿咱们俩当诱饵。岳冰凌说道：这是我自己的意思，宋局也很支持。深田雄武本来邀请华夏调查局派交流团访问东阳军部，这其中固然有想要双方交好的意思，可如果华夏方面真的派来了交流团，无疑相当于从某种程度上给深田雄武这一派系公开站台了。而现在虽然迷雾协定已经签了，可国内的某些大佬还不想把自己的态度完全开放给深田这一派系，以免下一步棋不好走。毕竟万一被深田雄武趁机利用一把，外交上的很多事情就会变得被动起来。政治上从来只谈利益，不谈友情，国与国之间更不可能有绝对的信任。苏无忌说道：但是我们来到东阳，不可能瞒过军部的眼睛。岳冰凌说道：他们表面上只能装作不知道，起码不会公开举行任何欢迎仪式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行吧，既然如此，咱们的第一站该去哪里吸引火力？岳冰凌看了看他，语气平稳：我相信你早就已经有计划了。苏无忌摊了摊手：我真没有计划。岳冰凌的眼睛里面看不出任何的情绪来，他就这么直视苏无忌的眼睛，说道：我也没有东阳之行，我所有的一切
都听苏副组长指挥。没这说法，哪有我这临时工指挥你这大处长的？苏无忌话锋一转，要不咱们先去泡个温泉？深秋的东阳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凉意。听了苏无忌的这个提议，岳冰凌抿了抿嘴，没有立即反驳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些许的异动。但听说泡温泉的时候，男女都是在同一个池子里一起泡的。然而这时候走在前面的岳彤宇听见了他们的对谈，随后说道：好主意啊，等我去总部把事情谈完，咱们4个找个私汤泡一泡。苏无忌说道：那27个亿东洋币的账还没平吗？岳彤宇说道27个亿的账务是系统计算错误，现在技术人员已经更正了，就在我刚刚取行李的时候。苏无忌摇头冷笑：真是离谱啊，堂堂东兴财务系统被人动了手脚，你们从头到尾查了1周，居然都没找出问题来。岳彤宇说道：所以啊，我感觉这更像是一种炫技。苏无忌眯了眯眼，这个雷蒙情报局的星辰歌者一举一动都在故意模仿着自己，自己用技术手段转走了他们的27亿美金，而这家伙也用技术手段让东兴财务出现了27亿东洋币的账务缺口。苏无忌对岳彤宇说道：以这个幕后主使者的风格，应该不会对我的朋友下杀手，你不用担心会受到他的攻击。岳彤宇：那就好。苏无忌紧接着补充了一句：干领风组和假匪碎风流都很想杀了你。几人上了车，陪着岳彤宇一起去了东兴总部。在他带着秘书上楼对接工作的时候，苏无忌就和岳冰凌待在车里，俩人百无聊赖地坐了1个多小时。苏无忌说道：咱们先走吧，别当你哥的电灯泡了。岳冰凌早就想走了。好。苏无忌笑眯眯地问道：咱们这么一走，你不担心你哥的安全？岳冰凌早就看透了这一点，他淡淡说道：宋局长会让我们2个深入敌后，但绝对不会让岳彤宇当诱饵。和聪明人讲话就是省劲儿。苏无忌说着便下了车，他走到了旁边几米外的一台商务车旁边，敲了敲车窗，深色的车玻璃降下来，露出了几个熟悉的面孔。这都是之前跟着苏无忌一起前往东环山执行抓捕任务的行动组成员。当时就是那一战，直接奠定了苏无忌在调查局内的地位，以至于大家伙对这位年轻的副组长心服口服，反而对办事情总是不计代价的岳冰凌有不少意见。嘿，苏副组长，岳处长。那几个调查局特工被发现了行踪，皆是不好意思地笑出来。跟踪水平太差劲了，我估计岳彤宇自己都发现了。苏无忌说道：要是让东洋黑帮盯上你们，多少有点麻烦。宋局给我们指派了任务，让我们全程保护岳彤宇。其中一名特工说道：不过就算是被发现了也没关系，我们还只是明面上的，暗地里还有2组人手。岳冰凌没说什么，苏无忌倒是替他打抱不平。宋鹤鸣这个重男轻女的王八蛋，也不知道暗中派人保护小玲玲。行动组成员们齐齐冒出了鸡皮疙瘩。岳格格抬眼看了看苏无忌，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羞耻的，唇角似乎微微翘起，露出了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。我们走吧。他随后说道。苏无忌点点头，对那几个特工说道：你们小心点，万一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一定提前给我打电话。相比较而言，似乎他才更像那个行动处长。行，苏副组长你放心好了，
祝苏副组长和岳处有个快乐的东洋之行啊。是啊，好好享受二人世界，东洋温泉很有意思的。几人纷纷打趣。这要是放在以往，岳冰凌听见这话必然直接呵斥，可现在居然什么都没说，径直朝前走去。两人来到了东兴总部的门口，苏无忌竟是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车钥匙，按了一下，一台停在路边的黑色奔驰 G63随之闪了闪灯。岳冰凌似乎对此并不意外，但眼底还是有着一抹只有他自己才能察觉到的惊喜。此次东洋之行，他是真的准备全听苏无忌的，自己彻底躺平。这车子有点高调了。岳冰凌心情不错，但嘴上还是说道：没办法，我是让我爸的一个朋友帮我找台车，这已经是他家里最便宜的了。苏无忌说道。两人开门上了车，在中控台上放着2张房卡。这房间都已经开好了，真是到位啊。苏无忌乐呵呵地启动了车子。走，咱们泡温泉去。这房卡所属的就是东本首都郊外的一间温泉度假酒店。说不上为什么，明明是来当诱饵的，明明要面对无穷的危险，可现在的岳格格真的有一种度假的轻松心态。不过岳冰凌拿过那2张房卡看了看，迟疑了一下，说道：是同一个房间的。苏无忌说道：是套房，别担心，我们不用睡在一张床上了。岳冰凌把房卡放进口袋，淡淡说道：我没担心。等到了酒店，两人在服务生的带领下走向了房间。当着服务生的面，岳冰凌一脸淡定，和苏无忌并肩而行，丝毫没有任何避嫌的意思。两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对话很少的情侣。这是酒店里最豪华的一间套房了，确切地说，这是一栋小别墅，院子里就有温泉私汤，私密性极好。光着脚走在榻榻米上，看了看房间和院子的布局，苏无忌本能地想起自己看过的某些东洋电影。岳冰凌默不作声地进了房间，放下了行李，随后就坐在床边发呆。而苏无忌已经换好了泳裤，光着膀子从他的那间卧室里走出来了。走啊，泡温泉去。他说道。岳冰凌看着穿着那么少的苏无忌，俏脸微微一热。你自己泡吧。苏无忌哈哈一笑。你是不好意思，其实吧，这私汤别人都是不穿衣服泡的，咱俩穿着泳装怕什么？岳冰凌没看他，扭头看向放在衣柜旁的崭新泳装，沉默了几秒钟，才说道：你先去。那晶莹的耳垂已经悄然红了起来。可惜的是，苏无忌泡了半个多小时，也没见岳冰凌出来。岳格格还是太保守了，得多开发开发。苏无忌感慨着，从温泉池里站起身来。而这个时候，一道仙影终于出现在了房间门口，光脚朝着温泉池走来。苏无忌定睛看了看，顿时觉得一阵眼晕。